为什么感觉高达作品里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低了呢？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高达作为一个科幻动画，首先啊，里边的科技要科幻的恰到好处，观众才会爱看。可这些年的趋势却是，当大家习惯了18米高的钢铁巨人在剧里边蹦蹦跳跳以后，无论他们的打斗在现实中是多么难以实现，可大家都觉得这是没什么新意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每当谈到高达这个机甲形象的诞生时，大家都会津津乐道的说，当年富野就是想拍一个人类外骨骼装甲，结果厂商觉得巨型机器人更有卖点，才临时改成18米机设，60吨的重量。实际上呢，就是把人类的身高体重按比例放大了而已。做出的各种动作如跑步、跳跃、射击，甚至是害怕，也都是相当拟人的。同时呢，还诞生了不少看起来似乎合理，但仔细一想啊，就觉得匪夷所思的画面。这种能够像人一样灵活运动的巨型机器人，配上各种酷炫的光束武器，驾驶舱内还支持实时影音通信，在上个世纪的人眼中啊，无疑是相当前卫的。蹦蹦跳跳的巨型机器人，现实中还真做出了迷你版。而大家也明白了，把这玩意儿放大10几倍，在重力的环境下，现阶段的材料科学是根本做不到让机器人做出这么激烈的动作的。当各种电磁武器、激光武器投入到实验中之后，高达剧中那些原本看似酷炫的武器也变得没有那么神秘了，污了东西了。可惜呢，很多观众并不愿意买账，就是你拿奇迹来点缀剧情，让整部剧上升到哲学思考的范畴，可以。但如果你把奇迹当平 A 来用，那就显得过于廉价且低端了。科技的发展与编剧的拉垮，这还只是一方面，观众想象力的枯竭才是最可怕的。现在无论你到哪个社交平台跟同好讨论高达的设定内容，都会有人跳出来说，你们讨论这个呀，真的有够无聊的，这玩意儿就不可能会造出来，或者说这不就是现实中的叉叉叉吗？而且动画里做的呀，还一点都不合理。最经典的就是当大家讨论到高达机设时，会有人说讨论个什么劲，这玩意儿做成人形就不合理，然后粉丝们就会说啊，其实大多数高达剧中啊都有类似于米氏粒子的东西干扰雷达，这时他又会说啊，这种东西都是瞎扯。再说了，雷达被干扰了，难道不能热追踪吗？不能红外制导吗？等等，就是真正的粉丝啊，知道这些事儿经不起推敲，都只是在默认剧中一些潜规则设定的前提下来讨论这部剧。而那些连剧都没看过的人，却非要挤进来说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学识。粉丝看了觉得可笑，路人看了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这也是为啥这种科幻作品越来越小众的原因之一了。但要我说的话啊，如果人类真的都慢慢变成那些董哥的样子，连想象出来的东西都要玩了命的否定，那人类啊可能就真的没有未来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日式机甲动画仅存的硕果高达，它究竟成功在哪儿？高达又与其他机甲动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日式机甲动画从曾经的火遍大江南北，到现如今的一年都很难看到几部相关的新番，别说能出什么新的现象级作品，就是那些经典的老 IP， 现如今啊能偶尔出个剧场版或者是模型，就已经算是拼尽了全力发挥它的余热了。而在众多日式机甲 IP 中，高达算得上是硕果仅存的，还能隔三差五出个新番或者是剧场版的 IP 了。那么高达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如此具有生命力呢？UP 作为一个普通的动漫爱好者，今天啊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件事的思考。如果跟一个高达老粉丝来讨论高达的特色，他可能会说啊是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描写等等。确实啊，这些在口碑比较好的高达作品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你如果问一个高达路人粉这个问题，他肯定脱口而出，因为机体帅。不得不说呀，高达最经典的那几套机设方案，放眼整个机甲动漫界，那都是独一档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高达的机设呢？看我5岁的儿子是怎么说的。因为小时候喜欢高达的人，长大肯定就喜欢高达的，肯定就喜欢高达了。有人说对呀，就那帮老家伙喜欢高达，现在的年轻人谁爱看呀？关于这一点呢，也可以听听我儿子是怎么说的。我只喜欢拼高达，不喜欢玩高达。为什么呀？因为拼高达有成就感呀。那为什么不玩呢？这都是高达，不能变形。也有能变形的高达呀。那些变形的高达太难啊。那哪有变形金刚难吗？现在明白了吧？高达 Z 为啥当年要做变形机体？当然了，我儿子啊算是比较特殊的，好歹也算是焦老师家的嫡长子，是不是？父辈的爱好啊，确实传递到子辈身上了。而除了这些焦二代，现在的不少年轻小伙子也确实是对高达模型挺感兴趣的了。毕竟在中国，高达是被分类为潮玩品类里的。咱们从2023年双11 IP 价值榜也可以看出，高达已经超过奥特曼，成为仅次于整个迪士尼 IP 矩阵的存在了。这成绩还是相当耀眼的。而把目光看向海外市场，高达 IP 在万代南梦宫旗下也是一直呈增长趋势。2022年啊就有要超过龙珠的苗头，2023年的累计销售额也是非常接近龙珠了。也就是说啊，
尽管这些年高达动漫口碑不太理想，但模型扩圈速度那还是相当快的，也足以证明呢，高达模型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这里面有万代拼装产品的技术优势，有模型产品研发的实力基础，更多的还是机设本身的成功。高达的机设可以说是几乎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机甲走向的，无论是配色、身材比例，还是各种标志性的结构，那都是独领风骚的存在。具体为什么这么吸引人，这可自然是要单出一期来讲了啊。接下来呢，说说高达第二个成功的点，那就是背景设定。这就要提到机甲动画的一个分类方法，即超级系和真实系。很多入圈比较晚的玩家啊，现在对这个分类可能是比较含糊，但在当初呢，也就是超级机器人大战刚问世时，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类界限。魔神、盖塔这两个作品是超级系，高达是真实系。而这3部作品呢，也就是俗称的激战御三家。超级系的特色是血高、甲厚、伤害高，但闪避命中比较低，使用起来啊更偏向于一骑当千的感觉。而真实系的特色呢是脆皮、伤害低，但命中高、闪避高，且参战机体比较多，从而形成小队作战的模式。当然了，从没有什么人站出来说过哪一部作品就一定属于超级系或者真实系，只是从过往的动画表现及其在激战中的数值分布来看，超级系机甲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基本不会想着去给材料啊、能源啊、攻击手段啊做什么科学性的解释，而剧中的人物厉不厉害也基本取决于谁嗓门大、谁精神力强等等。而真实系呢，则会对机体的传动方式啊、能源供给啊、武器种类啊有一定相对科学的设定。虽然这种所谓的科学也只是在动画的一些奇特的设定基础之上才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总的来说呢，还是比较偏向于严谨的。当然了，很多真实系机甲也会有随着驾驶员的精神力迸发而发挥出超群的实力的，就比如全金属狂潮的羊肉系统，比如高达里边精神感应。不过呢，这都属于是剧中一小部分机师特有的能力，并不会对整个剧的基调做出太大的影响，个别系列除外啊。而这种背景设定上的独到之处，结合那有一定考究的机体设计，就使得高达系列在真实与科幻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呢，也会根据每部作品的设定有所不同。比如0080、08M小队就是大家有口皆碑的真实系作品楷模，而武斗传、独角兽这些，则是在超级系或者说是玄学上做到了巅峰。那么剩下的作品呢，基本就属于在这个框架内上下浮动的存在。这里可能又有人对独角兽打抱不平了啊，说哎呀，你看高达 Z、高达 ZZ 逆袭的夏亚，不也是各种精神力奇迹吗？怎么独角兽就不行了呢？那我只能说呢，同样的东西在别的导演手下拍出来啊，是一种浪漫的奇迹，而在独角兽中呢，就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插入。可能对于喜欢独角兽的人来说啊，差别不大，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呢，二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里我就不展开讨论了啊，实在不行以后专门开一期讲。不过呢，我倒也不是说独角兽就是不行，其实独角兽除了后期的各种神迹表现，前期的战斗啊，还是有着相当多的亮点可循的，那个个都是真实系机甲战斗的典范了。只是说呢，巴纳杰那些奇迹平 A， 它和大多数传统高达剧中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但反过来说啊，咱们这些老高达粉丝推崇的那种所谓的真实系的感觉，现在的孩子们就真的喜欢吗？举个例子啊，我给我儿子看，在高达粉丝中口碑爆表的杰刚队长大战沙地利，从他的反应来看啊，似乎还没有高达 C 的新剧场版中拉克斯一挥手敌人全军覆没来的刺激。他甚至看完了以后啊，还会迫不及待问我，那个女人能锁定那么多坏人啊，还一下就把他们打爆了呀。所以说啊，事物都是两面的。我们现在可能看不惯独角兽平 A， 非凡强自横扫千军，或许等下一代孩子们长大以后，这才是他们心中的经典，也不一定呢。而且啊，万代也不傻，他现在明显啊就是两线作战，一面出闪哈甚至是 C 的 Freedom 这样的作品，去拉老粉丝回坑。没错啊，C 的粉现在也是老粉丝了啊。另一方面呢，也会做像焦达这样的青少年更容易接受的作品，来触达新一代的观众。再加上它模型的扩圈，就当前的现况来看啊，它不但是没有成为咱们口中的日落西山的 IP， 反而呢是有着焕发第三春的迹象。最后呀，我再稍微提一嘴，大家津津乐道的高达内核反战这一问题吧。其实早年的高达作品中啊，像0079啊、高达 Z 啊、0080什么的，他们的反战内核啊做的是真心不错的。他们从不会让角色来喊口号，什么战争好残酷啊什么的，而是通过剧情循序渐进的，让你看到战争中人性的扭曲、底层人民的无奈与挣扎等等。这一点我觉得是在新时代高达剧中基本上很难看到的了。毕竟那一批的导演啊已经老了，而新一代无论是导演还是观众，都对和平的渴望没有那么感冒了。只能说啊，这个内核有当然更好，没有啊也不能强求了。先让高达这个 IP 活下去才是当务之急。你想想啊，跟高达一个年代诞生的动漫作品，如今还能像高达这样生龙活虎的，也确实非常少见了。
希望万代能够把握好这个机遇，拿这些年赚的钱搞点口碑商业成绩双丰收的作品吧，那自然是厂家与玩家双赢的节奏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不愧是当年让 MB 系列站稳脚的产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依旧是非常帅气。如果说当年是飞鸟这个角色有点给他拖后腿，那现在新剧场版一出，飞鸟那相信命运的人会相信他的直肠子，为观影的各位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人物风评也是一路走高。我就说嘛，当年小鸟从黑洞洞里边钻出来的时候，稍微放可爱那么一下就老可爱了。但凡不是编剧强行捧吉拉，小鸟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必然是宛如以扎克2号，越看越顺眼啊。虽然这款模型在开箱时发生了一点小状况，但是想到买成品还能体验拼装的快感，我就忍了。模型本体造型非常的优秀，在当年也是奠定了 MB 魔改风格的基调，让这个系列有了除了贵以外的特色。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侧裙甲这心太大了，而且两边都是尖尖，非常容易划伤漆面，玩的时候真的是心惊胆战的。腰部的联动设计也是相当出众，反正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联动是在这款模型上，不知更早的模型有没有这个设计。肩甲那可以大开门户的结构也是非常便于凹造型，膝盖上的小盖板联动虽然不显眼，但也看得出设计师是用心了的。翅膀的展开分为2个阶段，一个是顶部结构的展开，另一个是将所有小翅膀一并展开。展开时呢，顶部的外甲还有联动设计。不过俗话说得好成品没中奖等于没买成品。我手里这个模型的一个翅膀已经可以拿来打快板了，盾牌的展开有点小遗憾，要插拔才能实现，实在是纳了闷了，都这个价格了，咋就不弄个滑轨呢？高能光束炮除了支持最基本的展开，炮口处也分别设计了上下2处的滑轨结构，可以露出内部的细节。将尾部散热片打开以后，也可以露出炮身中段的内构，摆造型拍照效果也相当不错。斩剑刀除了可以基本的展开，也有顶部的下拉弹出结构，配合上光束特效件，就可以让小鸟做好前格的准备了。只可惜长度还是短了点，没有广角镜头是很难实现大张一刀流的魄力了。另外呢，像是光束特效件、回旋镖特效件以及光束剑样式特效件都是有提供的，不过没有掌心雷特效件还是有点可惜了。最后呢，就是灵魂的光翼特效件了。哦，对了，我这个是魂红命运随有光翼，虽然客观上来说它就是2片大塑料加了一个塑料片，但上色效果确实不错，各种渐变色涂装也是很到位，整体观感非常赞。就是个头有点大，入柜的小伙伴要考虑一下柜子的高度了。可以说这款模型获得了驾驶员人气修正以后，那是真的越看越顺眼。眼看新 MB 命运产品已经安排上了，这款模型不出意外还会迎来更好的价格。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哦。有的计划从而连计划带人一并给消灭了，可是有的博主却将该计划描述为造福全人类的正确道路。那么官方设定集的原文到底是怎么描述命运计划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命运计划的具体内容以及一些详细规则。命运计划被迪兰达尔视为是赌上人类存亡的最终防御对策，通过收集全人类的遗传因子，再加以分析后，以基因为唯一参考目标，为所有人分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建立一个不谈出身、不谈血统、完全分配制的社会制度，并借助这个系统解决人们对利益分配的不满，也就是战争的源头，从而实现永久的和平和更适合自己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这种按才分配的制度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设定集里的原话在计划执行方面，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大多数自然人来说，咱们这基因都是平平无奇的，人家天上的6000万调整者可不是吃素的，个别人除外他们基本上就已经把所有最好的职位都给占满了。然后呢，150亿自然人这边，咱不多说了至少有1%的人对应各个领域都是上等马，剩下的99%的人那都是当小螺丝的份儿。这会面临什么问题呢？反正我都是做这个工作，我努力不努力都一样，反而会造成生产力的低下。然后呢，管理者一看，哎呀，这咋办呀？不给你们定工作量，看来是不行啊。接着就开始给你定 KPI， 达不到就罚。熟不熟悉？这跟现代社会有区别吗？甚至还不如现代社会，因为你连换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说不好听点的命运计划真实行下来，跟奴隶制估计也差不多了。你觉得这样的社会真的能解决纷争？这不是逼着人民揭竿而起的吗？所以说只有在火星那种开荒的环境下，命运计划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毕竟那就是追求人类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就这，在火星那边命运计划还失败了，你更别提拿到地球圈了。而至于迪兰达尔推行的命运计划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他是否是 CDD 战争幕后的推手，这个就等下期咱们再聊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